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茄子的这个做法最近火了，不炒也不油炸，出锅全家都爱吃，少油少盐，健康又美味，准保你吃一次就会爱上它。买回来的茄子，我们把它放进盆子里面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将茄子清洗一下。茄子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蔬菜，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，尤其是所含的花青素，是其他蔬菜不可比拟的。常吃茄子对人体有非常多的好处，但是对于茄子的吃法，大多数朋友只会炒着吃或者是炸着吃。今天来给你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吃法。首先，我们把洗干净的茄子的外皮刮掉，不要。然后用菜刀把它的头尾去掉，不要。像我们这样刮下来的茄子皮，它里面含有丰富的花青素，我们可以把它放到搅拌机里面，搅碎后加上蜂蜜和面粉，调成一个面膜，特别的好用。现在我们把茄子切成这种薄薄的厚片，切的时候不要切得太薄，也不能切得太厚哦，宽度大概在最多1公分的样子，千万不要超过1公分。挑选茄子的时候，很多朋友不知道怎么挑选，我们一定要挑选捏起来软硬适中的那种茄子。这种茄子它的成熟度刚刚好，吃起来水分也比较充足，并且中间也不会出现空心的情况。切成这种的厚片就可以。切好的茄子把它放进盆子里面，用手把茄子打散一点，不要让它们叠加在一起。接着撒入2大勺食盐，用手轻轻地拌一拌，抓一抓，让每一块茄子表面都裹上一层薄薄的食盐。抓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手去挤压哦，只需要以这种双手往内搂的方式将它拌一拌就可以了。因为茄子是比较偏软的一种蔬菜，如果用手用力去挤压去按，就特别容易导致茄子被揉烂变形，那样在后期操作的过程中就没那么方便了，成品也没那么可口，形状也会很难看。像这样简单的抓拌均匀后，把它放在一旁腌制10分钟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大碗，再准备2个新鲜鸡蛋，把它们打入碗中，用筷子沿着一个方向将它搅拌均匀。搅的时候一定要充分的搅打，不要以画圈的方式来搅打哦，那样的话搅出来的鸡蛋液没那么均匀。我们一定要用这种左右划横线的方式来搅打，这样搅打出来的鸡蛋液就会更加的细腻。大概搅打约1分钟的时间，鸡蛋液就已经打好了。用筷子这样挑起来，就能看得出是否打均匀了，像这个状态就可以了。接着往里面加入1大勺的面粉，继续用筷子搅拌搅拌，让面粉和鸡蛋液充分的混合，搅拌成这个状态。然后再往里面加入半勺玉米淀粉，继续不停的搅拌。如果在搅拌的过程中感觉粉放的多了，鸡蛋少了，就可以再往里面打1个鸡蛋。毕竟面粉生产的地方和品种不一样，它的吸水性也有所不同，并且鸡蛋的大小不一样，它所含的水分也不一样，所以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定。一般情况下，面粉和淀粉的比例是1.5比1，最后搅拌成这种不干不稀的状态就可以。用筷子提起来它不容易消失的这种状态，先放在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1把小葱，葱白的地方切得碎一点，小葱的香味特别浓郁，我们可以多准备一点。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能不能用大葱代替，答案是肯定的。当然不能用大葱代替，因为它的香气和小葱是没办法比的，甚至还会有一股怪味在里面，所以不建议大家用大葱来代替小香葱哦。切到叶子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切得稍微宽一点，粗一点，这样切出来的葱花会更加的漂亮，吃起来也更香。全部切好后，
将它放入鸡蛋碗中，往里面撒上一点胡椒粉去腥，1小勺食盐，1小勺味精，适量的食用油。继续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。这里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，就是我们用的食用油一定是要完全烧开后，放在一旁晾凉后再用的食用油哦，千万不要用生的植物油，那样的话味道就会特别的重。充分的搅拌均匀后就是这个状态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时候茄子也已经杀好水了，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将多余的食盐淘洗干净，稍微抓洗一下，将表面多余的食盐抓洗干净就可以。然后控水捞出，把它放进鸡蛋糊里面。接着继续用筷子翻拌2下，让每一块茄子表面都均匀地裹上一层鸡蛋糊，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平底锅里面倒入适量的食用油，用刷子将油刷开，让锅底均匀地被油润上一遍，然后把茄子一个一个地摆进锅里面。接着在上面撒上一些白芝麻做点缀。煎至定型后，我们给它依次翻个面。想要吃的脆一点，我们可以再往里面加一点点食用油，沿着锅边还有这些饼的缝隙处加入就可以。然后再依次把饼翻一个面，可以看到这一面也煎至金黄了。像这个样子，我们的茄子饼就做好了，光看上去就非常的有食欲了。现在就可以把它盛入盘中了。这样做出来的茄子，看起来真的是太好看了，两面金黄。再看一看这一面也特别的有食欲，将它撕开，里面满满的茄子，外酥里嫩，非常的好吃，光看着就要流口水了。所以说，家里面吃不完的茄子不要再扔掉了，或者只会用来炒菜了。我们可以用今天的这个方法，将它做出来，外酥里嫩，特别的好吃哦，而且少油少盐，好吃又健康。大家一定要收藏起来试试做哦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